不敢悔改。人安，试探说晚安的空泛有心思。是人。18岁这年，我爱上了一个人。他是母亲临终前将我托付的人。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。他冷得像块石板。他说，情爱在他那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东西。可我还是飞蛾扑火。要揍我的你还排不上号。房产证，还有银行卡。我会对你负责，物质条件我会尽可能的满足你，但你现在想要的，我无法给你。你别告诉我你是什么隐藏私家千金吧？这个快递寄错了，麻烦退回。或许30岁的我会接受物质，可19岁的我只想要真心。看见没？台上那个是我室友，还是我们乐队的主唱，唱得好吧？我们来啦！刚刚都看见了吧？我们婉婉今天可是第一，快鼓掌！婉婉，那个男人一直看着你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叔啊，我能加你个联系方式吗？好啊。我也要加，我也要加，我也要加。都别急，婉婉今晚归我，散了吧。怎么样，乖乖女？等会儿我们还有下一场，去不去？为何不去？这不是看你乖巧又漂亮，怕你不敢。你要是说我不敢，那就是不了解我。下半场，抽烟、喝酒、唱 K。走吧。当初孟先生把陆小姐管得可严了，10点半必须回家。我们去校外那个 KTV， 当然可以啦。叔啊，你谁啊？哎，刚刚就是你一直盯着婉婉看，你再这样我报警了啊！是吗？我送你。不了，我们5个人，你的车坐不下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来，兰兰，他算是我一个长辈，给我们几分钟。生活费和学费还够。够。舒婉，
把钱领了。房子如果你上课期间不方便住，可以星期天过去看看。呼吸。你以什么身份要求我？你照顾了我1年，已经付出的够多了，是我一厢情愿，死缠烂打，还毁了你的订婚宴，是我欠你的，我会还的。告诉我，你现在想要什么？请出自愿，事过无悔。曾经我想要的，你不屑于给；现在能给我的，我不屑于要。舒小姐有脾气啊！这是给你的生活保障，方便你在东城上大学。不要意气用事。我的亲舅舅、亲小姨联系上了我，现在我有真正的家人，所以你也不必因为我母亲的嘱托而对我负责。从此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日后，北城不再是我的家，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说完，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。若有情饮水饱您看不上的话，祝您财运亨通，步步高升。说，后悔的话就回来说。我想说，北城的东西还麻烦您寄给我。环金，你来。蒋家的事，你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把我定的婚事给退了。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你退婚，是因为外面有了不三不四的女人。你若告诉我，我还能容他；你不告诉我，倒是我查出来了，我就直接处理了。有您这样的母亲，我不会在外面找女人，无冤无仇，何必白白耽搁人家姑娘一生呢？
你和我都是横起一个段落，阳光证明每一程树被风翻了，正好你的伤重叠在这一刻，从此我没有人给我过日。婉婉，起床啦！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没休息好吗？没事。我给你买了早餐，课本也收拾好了，你赶紧起床洗漱一下，今天还有早课必须到了。谢谢你，兰兰。婉婉，婉婉，大小姐，为什么上大学就跟我失联了？一整年。你等等，我们婉婉认识你。没事的，兰兰，她是我发小。哦，你不是在南城上大学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南城离这儿几千公里呢，你该不会是开了几十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吧？你疯了？那怎么了？去年没赶上你生日，今年可不能再错过了。来，婉婉，生日快乐！吃蛋糕没？吹蜡烛。周子，谢谢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快许愿吧。生日快乐，婉婉。生日礼物。这是什么呀？丑死了！哎，丑也是我送的，你敢扔一个试试？行，那我拿回去。流年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东城的四季就这样一轮轮换过，我也在这寻常的日子里慢慢走过了4年。I will. Choose the lives. I'll be alright. 哎，周泽，你每个月往返2000公里来看我们婉婉，都坚持3年了，说是不是对我们婉婉有意思啊？兰兰，快别开玩笑啊！要不你考虑一下？哎，小树丸长大了，哥，你干嘛每个月都来看小树丸，但又不跟他见面？哎，他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你真不打算见见他？不用。哦，要不你考虑一下？
周总，咱们两个可是从幼儿园就玩在一起了，都熟的不能再熟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你怎么就不可能呢？婉婉，我要是真喜欢你，你现在才发现，那你不木头吗？哎呀，少贫了！走吧。孟先生，您让我查的东西有结果了。苏家出事情，曾收到一笔巨款，是境外的一个空壳公司转入的。网上追查，发现和侯家也有来往，就是您的前未婚妻蒋小姐改嫁的那个侯家。舒婉的工作定了吗？定了，舒婉小姐准备进电视台做新闻记者。调到北城来。是。婉婉，到北城了吗？我早就到啦，哪像你呀，毕业之后就成大明星了，整天都见不到你的影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也很想你，这不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说出来还能叫惊喜吗？反正你等着吧。舒婉，对面可是两个刚红起来的明星，用心点。搞的采访还说我名字，新人还是要多多学习学习，知道吗？您放心。是兰兰。舒婉，不用等了，出事儿了，采访取消了，兰兰和侯念打起来了，人已经被带走了。谁被带走了？兰兰被带走了，听说可能要坐牢。今天采访我们的是谁？叫苏婉，好像是新调来的。她，我嫂子说她小年纪是3当3。说什么呢？你敢图雷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管好你的嘴。侯先生，舒小姐那边遇到了点事情。婉婉，怎么样了？你电话里跟我说完，我就马上托人去问了。那个房间我都打过招呼了，你先和兰兰聊聊吧。周子，谢谢你啊。嗨，咱俩什么关系？你说这个，你先去吧，待会儿出来我带你找局长问问情况。兰兰，婉婉，我本来还说想给你个惊喜的，想着等你进采访间，一抬头看见我肯定吓一跳。结果惊喜没给成，反倒先让你来这种地方见我了。出了什么事？我在化妆间推了侯念一下，他们非说我把他打进 ICU 了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只是推了他一下。你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说一下。侯念背后估计不简单，你刚调来北城，别趟这趟浑水。这次是我冲动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认了。兰兰，我不管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角度，还是记者的角度，我都要查清楚。
好。孟先生这次特意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个小姑娘。她是您的这个事儿啊，周家的小子也过来打了招呼，但这背后招惹的是侯家的千金，还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才让他们见了面的。张局就在里面。哎呀，别担心，我们问问情况。进。张局长，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们是为了兰兰的事情而来的，情况怎么样？您这边清楚吗？这事儿难办，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，兰兰至少要判5年。按您看，侯念真的是进 ICU 了。周公子，我要是知道不会不说。周家在南城也是有名的，可这次不一样。兰小姐得罪的是侯家的千金，侯家在北城的位置，流程上我插不上手。张局，您的意思是，如果北城有人能和侯家说得上话，那这件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。舒小姐，我能说的都说过了。医院那边我去想办法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伤情复合的人。北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台里还有点事儿。哎，你有什么事情随时电话联系啊。时隔4年，竟再次来到这里。追不上花，遗憾在呀。好久不见。抱歉，没有和您提前约好见面的时间。怎么不进去的？这里密码和指纹都没有换。什么时候回北城啊？3天前。孟先生，我今天来找您，其实是想……
天大的事，能否容我先过？饿了一天了。是我考虑不周了，您先用餐。舒婉，你要问的是你同学的事情吗？您知道，他这个事情已经上了热搜，如今情况对他来说很不利。我今天找到您，也是想请您帮个忙。没有这个同学，你是不是不会再跟我说话？怎么会呢？毕竟在北城您照顾了我1年，其实早就该登门拜访的，只是我也没想到兰兰这件事情又麻烦到了您的头上来。会麻烦您吗？舒婉，你永远可以找我。当年的事情本就是我做错了，如今找您来帮忙，就只能舔着晚辈的脸说一句谢谢。你的房间没有变，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这里离你上班很近，可以住起来。孟先生，那些东西早就该丢了，留着只会占地方。再说，以我们如今的年纪住一起不合适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兰兰的事情，拜托你。我送你。不用麻烦你。太晚了，这里不好打车。男朋友？暂时还不是。如果后续有进展的话，一定带回来让你把把关。还不是就同居啊？没。我们只是住在一起，又不是住在一张床上。就算是真的睡在一张床上了，又如何呢？还麻烦孟先生开一下车门。孟先生，我记得您，您是婉婉的长辈，谢谢你送她回家。谢谢你送她回家。舒婉，你朋友的事情，去医院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不会有人阻碍。谢谢你，孟先生。再见。走吧。孟先生，谢谢你送我们婉婉回家，进屋坐坐吗？
不用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回家路上小心。周泽，你等我是要和我说什么？婉婉，如今我们之间的关系能更近一点吗？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。那是你对我，不是我对你。婉婉，你喜欢过谁吗？或者爱过谁吗？为什么问这个？那就是爱过。是当年你在北城，这个人是不要再说了。周泽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了。好，不提。但总要开始新生活，对吗？嗯。行，你过你的新生活，我在旁边慢慢等。万一哪天你觉得，那我第一个举手报名。走了啊。孟先生，侯家的人果然跑了，不过这次确定他们和天恒集团有关。东西交给金针，还有，不要让他们注意到舒婉。兰兰大人的反转也太快了嘛！侯念根本没进 ICU， 这伤情是伪造的。谁这么猛爆料的？你没看署名吗？韩林，听说这次的爆料能直接让他升职加薪。舒婉，虽然这次是你出力查的，但你是新人，还不适合署名。这新闻就由我来发了。韩组长，发布之后，任何后果你承担。你若是说升职加薪嘛，有什么不能承担的？侯念的报复，确定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姑娘都敢爆料，我为什么不敢？舒婉，你想抢这次的新闻，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祝你好运。周泽，你不用来接我下班。还以为是什么大小姐呢，就这还想跟我争？上车。张秘书好。追上前面那辆车。得令。抓紧我。
这拍照，这车上得是什么人啊？这车上得是什么人啊？你有标准。你的脾气呢？就任由这种人蹬鼻子上脸？您说笑了，脾气要用在对的人身上，跟这种人浪费情绪，不知道。是，脾气都用在我身上。您什么身份？我怎么敢？说，孟先生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帮了你，为了你忙前忙后，连顿饭都不请人吃，我可没有这样教过你。行，我请您吃，地方您定。说，4年前我欠你一顿饭。太久了。对。谢谢。那不是你的未婚妻蒋洁小姐吗？说，婚约4年前便取消了。她后来嫁给了侯家的继承人侯彦琛，就是那个你查的女明星侯念的哥哥。侯家在北城风头正旺，这次您帮我和侯家对着干，会不会给您找麻烦？舒小姐，这么多年，终于想起来关心我。那您还真是冤枉我了。您是天之骄子，又身居高位，我就是想去关心您，想尊老爱幼，也排不上号啊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我爱的人是你。要做我的女人，你还排不上号，对吗，孟先生？你排不上号，谁又排得上号？往事如烟，旧事不提。说完，你说的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你何以始終不說話？儘管講出不快吧，與期盼有落差，請不必驚怕，我仍然會冷。那我们就做回长辈和晚辈的关系。这么客套？不是客套。以后我怎么尊敬我的亲小姨、亲舅舅，我就怎么尊敬您。就這麼來讓我
我知道。既然戒了的话，就别再抽了。孟先生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冷？你生病了？没有。既然作为你的长辈，我是不是可以要求你搬回来住？抱歉，我如今是23岁，不是18岁。想住在哪儿，是我的自由。舒婉，最近侯家背后不安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们没看见，昨晚那车全被城屈指可数，哎，就停在咱们电视台门口呢。要是有机会，我能跟他见一面就好。那等以后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。对了，舒婉，你昨晚不是问我能不能承担后果吗？你看，新闻发了，我好端端在这。你说你替我担心，我有贵人相助，你能有什么？婉婉，我出来了。我听见了，声音还挺大的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这次真的谢谢你和你那长辈了。晚上你喊上他，我请你们吃饭。还有周泽，他也帮我问了好多人。好，那晚上见。孟先生，兰兰晚上请吃饭，让我喊上您，您有空吗？下班后我来接你。韩林，侯家对你的这篇爆料很不满意，上面说这件事你自己兜着。等等，不是我，这事不是我查的，是舒婉。舒婉，你站住！这事是你查的，你当我面说过承担后果。我是说过，我也早就做好得罪权贵的准备了。韩组长，我提醒过你，你是在陷害我！舒婉，上车。什么爱吵我吵？他背后居然有这样的男人！这次事情曝光，侯家会怎么样？你说呢？舒小姐帮我报了侯家的新闻，替孟家压了侯家一头，得利的是孟家。我倒是应该请你吃个饭。我才想清楚，这背后肯定少不了您的助力。
不然以侯家的实力，韩林署名的那篇稿子根本就发不出来。继续。您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公布吧？总之不是韩林也会是别人，反正不是我。韩林好大喜功，若被侯家找麻烦，他咎由自取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侯念和兰兰的矛盾，背后牵扯的却是侯家跟孟家。你们谁先打架？韩林罪不至死。他主动调离北城，就不会有事。舒婉，我不想让你涉险，有问题吗？涉险又如何？当记者不就是应该让真相被更多人看见吗？你为什么想当记者？因为我想要真相被看见，而不是像我父母那样。舒婉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父母根本就不是畏罪自杀，他们是接了一通电话，不得已赴死的。首先，你要学会保护好你自己。你得先你自己。谢谢您为我担忧，为我打点。但人总要学着成长，我会学着做一个成熟的大人。婉婉，快来！孟先生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。孟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您平时喜欢喝什么酒？我让服务员上一瓶。你得问他。婉婉，孟先生他平时喜欢喝什么酒？真不知道。服务员，来2瓶 whisky。这不是第一次和他老人家坐一桌吃饭吗？差点胆，借酒壮壮。这一杯，感谢您在婉婉家出事那年对她的照顾。这杯，我想说，在5年内，我一定做出成绩，娶婉婉入门。领取了。孟先生别见怪，我们年轻人就是这样，有些话藏不住，也不想藏。婉婉，我想去卫生间，你陪我去吧。好。我爸妈已经和婉婉小姨魏家商量过订婚的事。当年他孤苦伶仃的时候你在哪？周家在，魏家又在哪？那时候身不由己。但话说回来，谁没有个身不由己的时候？你说是吧？比如你母亲孟老夫人当年对婉婉母亲做过什么，你比谁都更清楚。这事以后不可能再发生。不会发生，
伤害就会消失吗？还有你正在查的事，如果婉婉知道你正在查的东西和他父母的死有关，查我？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想对一个人好，就忍不住想查出所有可能伤害他的东西。当年寿家出事，周家避之不及，如今看他回归魏家，又想借着魏家和孟家在北城扎根啊。孟先生，我是真心喜欢婉婉的，我只在乎她以后能不能开开心心的，所以更重要的是她选谁。想跟我喝酒？从男人的角度出发，你敢接受挑战吗？上2瓶白酒。今天这阵势，我怎么感觉有种莫名的火药味？你这长辈不同意的，周总。他对所有年轻人都这样。不，我倒是觉得他们中间存在某种竞争关系。你成感情专家了？男人不要看他说什么，而是要看他心里怎么想。你哪来这些人上课的？该不会是经历过吧？书上看的。孟先生，酒量真好。再来，再来，我还能喝。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婉婉，咱先送他们回去吧。兰兰，那麻烦你送一下孟。你先把周泽送回去。收到。那我就先送周泽回去。婉婉，你自己长辈，自己搞定啊。起来了。我让张秘书送你回去。舒婉，你要去哪儿？自然是回住处。你说要跟我做回长辈的关系，是客套话。不是。那你怎么不送我回去？今天张秘书休假。我车技不好。我在你旁边。你喝醉了。不影响我多听。还能自己走吗？不知道，我得试试。好像有点起不来了。平常这么严肃一个人，喝醉了还有这样的。回眸中可找到你，在心裏不見不散。如若穿一天又幸運有你，一頭冷你说你这么大个儿醉成这样，一把年纪了，真拿自己当20岁小伙子，还学人拼酒？怎么？想我老了？告诉你，老了也是疯了。我就先回去了。说了，能否
再帮我煮一碗醒酒汤。您喝酒了，我就煮了些醒酒汤，喝了之后头就不会疼了。醒酒汤我放在桌子上了。孟先生，您是醉糊涂了是吗？住回来。住回来。等您日后联姻订婚，我还得搬出去，何必呢？我不会结婚。你退婚这么多年，你母亲孟老夫人没给你安排其他联姻的人吗？如今我不点头，他找谁都没用。说，我不会再结婚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你结不结婚那是你的事，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这些年，我也有在好好迎接自己的新生活。我知道，你有好好在生活。你身居高位，什么不知道啊？毕竟4年前我对你一腔热血时，你是那么理智的处理了我们的关系。可你忘了，我是人，我也会心痛。我忍不起。如今我躲得远远的也不行了。我躲远了，那孟先生这些行为，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想让你留在我身边。留在您身边做什么？给您养老送终，等着继承您的财产吗？想留在您身边的女人那么多，您自己生一个不就行了？跟你说，孟怀金，你没必要这么狂妄自大吧？我凭什么给你生孩子啊？说了，终于不再给我装什么晚辈了。既然你想的那么通透，为什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开心啊？我没有不开心啊，这些年我很开心啊。是吗？你不会还觉得我喜欢你吧？我早就不爱了。既然不爱，那为什么刚刚要落荒而逃呢？你洗了澡，靠近我，
我不走，难道留下来跟你做？你不觉得这是骚扰吗？骚扰？受教，这叫骚扰？那之前舒小姐强吻我，那又算什么呢？舒婉，是你说要做回长辈和晚辈的关系，我做什么了？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？侯家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，会查到是你爆的料，我不放心你，必须搬回来住哦。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是得搬回来住。不过手话说在前头，我要是搬回来的话，请您务必守好长辈和晚辈的分寸。明天就搬家。那您好好休息。10点了，我要回家。孟先生这么突然，问过婉婉愿意跟你回去吗？他愿不愿意是他的事，我管不管他是我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孟先生是因为我心里不痛快了。在他安全这件事上，我和孟先生你的目标一致，正好我最近也有些事要处理，不能护他周全。周泽，我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，改天我父母来北城，一定带他们登门拜访。谢谢你对我们婉婉的照顾。欢迎。周泽，舒婉，上车。婉婉，我最近要出差，不在北城，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就算是孟家，我也会拼命的。拼白酒吗？婉婉，您能不能不要这么野蛮呀？什么眼光？你倒是稀罕什么？您见多识广，那您给我找人。男朋友，我想要这玩偶。原来孟先生还有这样的一面，真的会去为了一个玩偶弹琴。要是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就好了。可是这里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。孟先生，我们查到侯家谢款潜逃踪迹了。
孟先生，如今我已经开始赚钱了，以后住在这里的全部开销我会自己负责的。你什么时候喜欢穿这种情趣睡衣了？所谓情趣是人赋予的，我觉得好看就穿了。你不觉得你大晚上穿成这样，会让别人觉得别有深意吗？什么样的深意？你今天晚上穿的和你阳台挂的内衣。住进来之前我就跟您说过，我们年龄不合适，是孟先生几次让我住回来的。阳台上的那些也是普通的内衣内裤，您要是觉得不公平的话，不如您也把您的挂出来，我还能帮您参谋一下舒适度，含棉量过不过关。孟先生，您这样的不知道还以为您动了凡心呢，一件睡衣而已，至于吗？毕竟孟先生不是说过吗？像我这样的，连闻起来都索然无味。说完，侯家今日可能会有大动作，下班后等着我来接你。谢谢您来送我上班。舒婉，4年了，还记得我的声音吗？我在电视台旁边的咖啡厅等你。好久不见。小姑娘你好，我是蒋洁。我知道你喜欢怀金，你和你妈妈都是贱人。小姑娘和我耍这些你还嫩了点。两位需要点什么？一杯美式，一杯热水，热水给他。舒婉，侯念是我弟妹，她的事是你在查的，你还在记恨我差点嫁给怀金的事，所以你回到北城，针对侯家，针对我。你觉得我是在针对你？不然呢？我嫁给侯家便和侯家一体。你知不知道孟怀金最近在干些什么？他在调查侯家，想赶尽杀绝。蒋小姐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专挑软柿子捏，连侯家犯的错也能怪在我的头上。你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做亏心事怕什么？如果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聊这些事情，我不感兴趣。毕竟我们不是可以一起喝茶的关系。没兴趣？那舒小姐想聊什么？当年孟怀金和我取消订婚，不也没有娶你？是不是他不要你？蒋小姐又何必装得如此深情？你想要的自始至终都是荣华富贵，孟家、侯家、其他世家于你而言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舒婉，别以为就凭你就能撼动蒋家。我劝你让孟怀金收手，不然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，到时候自讨苦吃。我孑然一身，你放马过来。别忘了你畏罪自杀的父母。他们不是。蒋洁，我警告你不要再触碰我的底线，不然我不介意和你同归于尽。你再敢提一句我母亲，你试试！
我劝你给自己积点德，有些事情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。今晚咱们走着瞧。侯念，你找错人了，爆料你的人不是韩林，是舒婉，就是当年毁了我和孟怀金婚约的那个贱人。证据？证据？侯家都查不到人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？除了他，谁还能让孟怀金护着？你要出气，找正主。喂，台长，我这会儿刚出完外景，可能晚会儿回台里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查。舒婉，我以为敢爆我料的人有多厉害。给书记者打个招呼，你不是很会查吗？查到我床上来了。那还不是侯小姐伪造病例污蔑兰兰在先，果然是记者，好口才。告诉你，我们的梁子结下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。兰兰，你一会儿帮我带一套衣服到。孟先生，我不在台里，您不用来接我。我在你卫生间外。开门，舒婉。我浑身湿的，开不了门。穿我的外套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让我进去看看。我头发还湿的呢。你在外面等一会儿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王总，侯家协管逃跑的高管，有人比我们更快来接。周子，我知道了，把侯家协管潜逃的证据全部封存起来，告诉金针不用跟侯家谈。我晚些过去。我鞋子也湿了。
笑死！哭了？没有，为了这点事儿就哭了，多没出息！以后被找麻烦，要记得反击，不必顾虑。有任何责任，我担着。孟先生只适合做常人，还是那种无底线托举、周体、宠溺的那种，并不冲突。什么并不冲突？做长辈和做别人。那您做这一切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说，你想听什么样的答案？你想听什么样的答案？您和我妈妈情投结天，他会是一个好家长，却一定不是容易沉沦于爱的人。我换好了。你平时不吃饭？是你买单。我还不至于记不住你的尺码。那是以前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怕你有危险，调了监控。还当记者吗？为什么不呢？道路坎坷不更应该前行吗？工作嘛，要怪就怪自己不够强。也不知道像谁。像谁？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不是这么大事。两个选项，第一，我带你去医院；第二，现在回家，我亲自给你验伤。行，现在回家，我脱光了，你亲自验。你说的？来真的，不用回家了，我现在就脱光了，你验。叔啊，这里都是高清摄像头。我没受伤，今天就是淋了点雨。我以后做好准备，不会像今天这样毫无防备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怪我没能及时出现。等到是您打算带我去哪？带你吃饭。我听听。孟先生，是侯家，竟然都是他的人。
孟先生，人在里面。带他去旁边玩。舒婉小姐，请跟我来，隔壁备好晚饭。他带我来侯家老宅吃饭。怀金今日好大阵仗。2件事：第一，侯家子公司涉嫌携款潜逃，要接受调查；第二，管好你那个妹妹侯念，走程序是要进去。你是来通知我，不是来商量的。你们侯家还剩多少商量的余地，你心里清楚。我的人是你抠的，账本在我手里。那本账最多能够证明侯家子公司转移财产，也能证明侯家这么多年替境外公司走过钱。你都已经查清楚了，还过来问我做什么？我要听你自己说。蒋杰加入侯家之后，带来了几个所谓的海外大项目，账越来越大，钱也越来越不干净。我只知道境外有人接应，天恒集团，代号程颖。侯家替蒋家背锅，蒋杰替天恒集团做事，侯家倒台，蒋家抽身，天恒集团隐身，你们侯家还真是替别人铺了一条好路。犯了错就要挨打，给侯家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可以当你的内应，指认蒋杰和蒋家。看你们表现。你蛰伏了这么多年，到底是为了孟家，还是为了舒婉？同样是受人所托，当年孟贤姐离世，将女儿托付给你，你把她教得知书达理，事业有成，背地里护着她，避开那些危险。这一点我不如你，我会教训念念，他们女人之间的事情，让他们自己解决了好。麻烦你当个和事佬，让舒小姐对念念手下留情。这我管不住，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听说舒小姐找到了亲小爷和舅舅，回归了魏家，你确实管不了，不然这么多年何至于一个人呢？我能在这儿陪您工作吗？您放心，绝对不会打扰到您的。我的这是一个长辈该有的举动吗？吃饱了，该回家。喂，程颖，是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怎么，想我了？侯家已经完了，
你当初答应我，只要我给你线人名单，你在海外给蒋家留条后路，这话现在还作数吗？你想走，随时。孟怀金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不能让他干干净净的一步。我要把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拉下来，从舒婉开始。你想怎么做？当年他父母的事，不是你亲手经办的，把消息放出去，我不好，他也别想好过。舒婉，你昨晚出事了，为什么不和我说？去医院没？身体有没有受伤？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已经回北城了。喂，周泽，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！别说这些就想糊弄过去，我马上到。不用，我去找你。去哪儿？去找周泽。你昨晚才出事，你今天就着急出去？我没受伤。我要是不允许，孟先生，谢谢你昨天晚上帮了我，但我不是你带回来之后就只能待在这里等你安排的人。周泽他很担心我，我也想见他。是吧？非要这么气我？您说这话就奇怪了，哪有一个长辈因为晚辈去找朋友就生气的？让人跟着舒婉。舒婉，以后发生这种事情，能不能第一时间就告诉我？你这不是在出差吗？我告诉你了，你能第一时间飞回来？能，无论我在哪，我都能回来。周泽，真的很少有人这么对我，谢谢。哎，先别说谢谢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说。明日顾家的宴会，我想请你做我女伴。我在北城人生地不熟的，就只剩下你这个朋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是寿星，你说了算。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生日快乐！我知道是你生日，就提前把你的朋友都从北城叫过来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舒婉，玩得开心吗？是啊，很开心。周泽，今天麻烦你送我回来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不着急，我和孟先生还有点事情要聊呢。哦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上楼啊。孟先生，我想找您聊聊侯家的生意接管。侯家的商业渠道，你吃得下？我研究过，他家的商业渠道正是我们周家需要的。胃口不小。毕竟答应过您，5年内
娶婉婉回家呢？总得做点实事吧。侯家那想携款潜逃的高管，可是我人拦下的。孟先生，您年长我10岁，10年以后，我未尝不能追赶上您的这个位子。毕竟您爱，却不敢说，但我敢。我之前说过，对婉婉，我势在必得。周泽呢？走了吗？嗯。舒小姐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明天陪我参加一个晚宴。陪我参加一个晚宴。顾家那个？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答应周泽当他的舞伴了，不如您再问问其他家的小姐。孟川，你最好有什么事情啊？金哥，明天顾家的宴会你要参加吗？哎，金哥，这不是小舒婉吗？舒大小姐，做舞伴要有舞伴的自觉性，你这样会让我很没面子的。和周家那小子还挺配的，郎才女貌。不过，顾家这牌面摆的倒是足，整个北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。侯家刚出世，避其锋芒，您长辈孟先生又神出鬼没，顾家乘势而起，排场自然就大了。哎呀，金哥，这小舒安已经长大了，可以交男朋友了。你可别像那些年处理他跟黄毛早恋的方式处理。我去看看啊。小舒婉，孟川舅舅，孟川舅舅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和我妈妈一起在大院里长大的弟弟，也是孟怀金的堂弟。小舒婉，如今可真成我们舒小姐了。原来就是你小子跟我们家舒小姐。孟川舅舅，我是婉婉的准男友。抱歉，公司出了点事情。没事儿，去忙吧。婉婉，我今晚尽早回来陪你跳舞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周姐这小子，家世和长相都还不错。是不是无聊？游戏区里有飞镖和桌球，去玩玩。有飞镖，那我去试试。
哪里？好。真是时间不等人，这转眼间，小树也能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既然都是开了刃的，7环。10环。孟先生也会玩这个？这哪是会玩，这随手就是10环了。孟先生好兴致。说，有我在，随便说。有我在，随便说。我自己能解决。哥哥，我自己惹的事情，自己解决。好。舒小姐记者当得漂亮，新闻也发得漂亮，不知道玩游戏是不是也这么厉害？我们比一场，给你个报仇的机会。报仇算不上，你污蔑了我朋友，我也用记者的身份曝光了你。孟怀金那样的人，怎么会教出你这种一板一眼的？但那次你让我很丢人。不如这样，我们一局定输赢，输了的人去宴会人最多的地方学狗叫。舒婉，你幼不幼稚啊？那天堵我，故意让我淋雨，也没成熟到哪里去啊。行，我答应你。9环。10环。蒋小姐不在，胡家落败，回蒋家去了。蒋家背后和你现在调查的天恒集团跟舒家有关。他离开侯家，于你而言是好事。孩子不是我的，是天恒集团程颖的。恭喜，无痛当爹。握手言和。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爆料的是你，消息是蒋杰透露给我的。我这个大嫂最爱背后挑唆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。我知道，你这人还挺好的。我之前听蒋杰说过你和孟怀金的事情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爱而不得，求而不得。现在好好生活，好好爱自己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愿赌服输。文文，还好赶上了。还好赶上了。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
刚刚路上堵车，我怕赶不上舞会，赶不上和你好好跳一支舞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套礼服。好，我等你。谢谢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么想和他跳舞？是。别忘了，您是长辈。曾经的你，也是晚辈。你亲我的时候说过什么？需要我一字不差的说给你听吗？你说孟先生承认在乎我很难吗？孟先生，你现在还能无动于衷吗？我曾经给过你我所有炙热的真心，是你不要。舒婉，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，不是吗？没有关系是吗？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，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睡过算没有关系吗？所以呢，您现在来威胁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您是怀孕了还是怎么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时候下不来床的人是我吧？比起过往纠缠，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舒婉，你以前想要的，我现在都能给你。刻舟求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你愿意给，我就一定必须要吗？文婉，你在里面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放开我。文婉。我现在能给你的，我想给你的，你不愿意要，是因为那个姓周的。孟怀金，你当初毫不留情地拒绝我，除了不爱我，还有什么理由？舒婉，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母亲和你大哥莫廷舟有过一段，对吗？而且还被孟老夫人算计到堕胎。是谁告诉你的？
什么时候告诉你了？我4年前就知道了，在你们订婚宴以前，蒋杰他来找过我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没有意义，发生的事情又不能改变。您当时理智拒绝我是对的，是我年少无知。后来我也反思了，我的年少轻狂，考虑的不多。而且你也不爱我，不是吗？你和我说过，在你的世界里，情爱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低级欲望。我爱错了人，迷途知返。我只想找个普普通通的人过完这一生，难道连这个都不可以吗？这是你想要的。是。好。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带上你另一半家长来北城见我。别说你继续住，我会搬走。求另一边走。怀金好雅兴啊，去了趟更衣室，嘴巴涂满了胭脂啊。看来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一起？不了。舒婉，婉婉，你怎么了？抱歉啊，我刚才失神了。我们去跳舞吧。是不是人太多了？走。婉婉，你手怎么这么冷？生病了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人多，这里会不会好一点？嗯。舒小姐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跳一支舞？周子，我不是第一次了。舒啊，这和我喜欢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图这些吗？我有变态吗？我只是……好了，你在北城那一年，我没有参与，我没有资格评判。但以后，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相处。我喜欢你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的。值不值得我说了算。婉婉，你总得开始新生活的。
对吗？那日之后，我没有再见过孟怀金。只是在忌日给父母墓前献花时见过他的车。咱们要来一位新组长，听说不仅家世好，留过学，还跟孟家交好呢。小白啊，以后新闻部都要靠你来了。台长客气了。各位，这位是白飞，咱们新闻组以后新的组长，希望大家工作中多沟通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飞。新闻绝对爆。菲菲啊，我看今天送你来的车不一般啊。是孟家的。之前我和家人参加饭局，孟老太太特别喜欢我，认了我做干女儿，还让我跟孟先生多多接触。孟先生现在又还没结婚，那你日后岂不是？到时候可多多提点我啊。说完，这里有个重要的采访任务，由你来采访，好好准备一下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工作能力强，也该独立采访大人物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公开采访，尽量让他报道的时候形象好点。你叫舒婉，这次报道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了，派组长。有需要找我，我毕竟是你的上级，有困难随时跟我汇报哦。孟怀金通过孟氏集团在海外势力，协助打击跨国犯罪集团天恒集团。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住处，所有工作相关的地方。书记着，孟先生在等你。孟先生，偷东西啊？来查什么？舒小姐，我时间有限，抱歉啊，不会耽误您太久的。化个淡妆，您能接受吗？你觉得呢？那修一下眉毛呢？孟先生可以接受吗？全当是为了工作。有劳。看透你的愛着，每一個的太陽在臉上，笑得
你男朋友没来送你啊？孟先生，我技术有限，你要是不想受伤的话，还请不要打扰。采访开始吧。听说这次您协助捣毁境外不法天恒集团，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布局的，对吗？嗯。很多年前是多早？早到当事人还不知道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你一直在暗中观察，暗中推进，却没有告诉相关人员。有些事知道了会更危险。但如果相关人员有知情的资格呢？等一个合适的契机。孟先生很擅长等，以前我不擅长，现在呢？现在我会。等什么？等该抓的人抓到，该回头的人回头。听闻天恒集团的次子程颖逃了，正在搜捕。我查到过，当年孟贤夫妇就是因为这个组织，账户多了一笔钱，对吗？是。您知道孟贤夫妇自杀的真相？这些事情不该你管。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。等会儿吃个饭再走吧。表小姐，请到餐厅用餐。表小姐，她和你们说过我？是的，先生曾说表小姐煮的鲜酒汤最有用了。孟先生晚上有应酬，既然您来了，不如给他煮一碗。好。怀清哥，干妈的意思是让你明天和我一起回孟宅参加家宴。表小姐，张秘书，送白小姐出去。梳碗。我听佣人说你是孟先生的一个晚辈，你妈妈是谁？白组长问这些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过几天孟家家宴，你参加吗？抱歉啊，白组长，我接个电话。孟川舅舅，小舒婉，明天的家宴你一定要来，大家都很想你，特别是我。我就不去了。等你哦，小舒婉。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的。那可不行，我可不放心。再说了，等着在你这儿转正呢，得先见见孟家人。让我看看谁来了。你招呼着。
小川，这边。孟川，谁来了？孟老夫人，好久不见。这不是我们舒婉吗？几年不见，变得更漂亮，还交上男朋友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孟老夫人，我母亲曾在孟家寄住过一段时间。您好。你们年轻人晚。白飞，去找一下环境，就说干妈在书房等她。是干妈。这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杨家人。哎，小子，跟我去见你人。文婉，我先去了，有什么电话联系。原来也是孟家八竿子打不着，还没有血缘关系的晚辈。白族长想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等将来我的孩子出生了，按辈分我还算你的长辈呢。放心，到时候满月酒我会给你留个位置的。祝你成功。婉静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该有个孩子了。白飞家世清白，各方面条件都好，他可以给你生个孩子。母亲啊，您不觉得您可笑吗？当年您容不下孟贤姐，现如今倒好，又亲手给我安排了个干妹。怎么，孟家改规矩？孟怀静，母亲，您管了孟家大半辈子，您也该明白，有些手伸出去容易，想要收回来，可就难了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不，我是在提醒你，当年你怎么逼我大哥哥，怎么对孟贤姐，我都记得。现如今我个人的私事，就不劳您费心。恭喜你，要当爸爸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的意思是，孟老夫人为您精心挑选了女人，您很快就会当爸爸。怎么一个人？周泽呢？他和孟川舅舅去应酬了。你和他发展到哪一步？您指的哪个方面？你想汇报哪一方面？汇报。他的父母和我魏家小姨过几日会来北城，到时候还请您作证。头疼就去医院，别拖着。我送你回去。文婉，是不是累了？我们回家吧。
原来孟先生也在，正好。这周六，我父母和魏家长辈来北城看婉婉，商量婚事。到时候带我父母登门拜访孟先生。说，他们是来商量订婚的。是啊，您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要是恋爱了，就大大方方的领回来。现在领回来了。他娇气难养，你喜欢他什么？我喜欢他。我喜欢他。有啊。对不起，婉婉，结婚这件事，我没跟你商量就提出来。周子，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，我是有想过和你试试看的，但我只是把你当做朋友，所以订婚的事，算了吧。舒婉，等一下，这事先别说，你手怎么又这么冷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你有心理应激障碍，是因为他，是因为那一年你在北城发生的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早该发现。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值得说的。怪我，当初你家发生事情，如果我家没有避嫌，我就能帮你，你就不用来北城了。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婉婉，你就这么爱他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忘不掉他吗？西南善女，七情六欲，我也是这世俗里最普通的一个人。说忘就忘，那是圣人，不是我。那如果重新开始呢？想过，但我怕走向别人，是在辜负别人。走回他身边，又是在辜负当年的自己。爱太伤人了，我会怕又像18岁那年一样，把一颗真心捧出去，收不回。所以我只能站在原地，往前一步，不甘心；往后一步，不敢。婉婉，我帮你，你不敢，我就帮你要答案。周子，别这样，这样对你不公平。婉婉，我们就订婚，我接下来要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不要质疑我，也不要反驳我，就当让我心里好受些，好吗？昨晚我是在孟家老宅过夜的，干哥哥昨晚喝得好醉，醉酒后更凶了。
昨晚我是在孟家老宅过夜的。文文，下班等我，我带你去看中医。今天医生也说了，你身体需要时间好好调理，药1天2次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什么？孟先生不是搬出去了吗？这时候过来是……拿文件。怀金哥，东西拿完了吗？干妈刚刚发消息说让我最近住你那儿照顾你。原来孟先生的干妹妹也在。舒婉，原来你住这儿啊？周子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文文，孟先生，我父母明天会过来，到时候见。你先进去休息。怀金哥，干妈还在等着我们过去找她呢。我们滚下车。什么？孟先生，一，确定了蒋家和天虹集团勾结，只要他们放松警惕，就能抓到证据。二，天虹集团在查你身边的女人，因为有白小姐打掩护，舒小姐是安全的。知道。孟先生，明天就是舒小姐的订婚宴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表小姐，您喝茶。先生他们很快到。谢谢。怀静，干妈说让我最近住你那儿。
白飞也住在这里吗？和他。小树啊，孟川舅舅，一晃眼也都要订婚了。你去哪？我去接周泽他们。你见过哪家女方要提前去接男方？这么上赶着，是怕自己嫁不出去吗？叔，金哥说的对，咱们家什么牌面？那提亲的那是周家，这时候上赶着只会低人一等。作为长辈，金哥这是在给你撑场面。我知道了。叔啊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何以始終不說話？儘管講出不快吧，是與期盼有落差，請不驚怕。我怎麼有種嫁女兒的感覺？仍然會冷靜聆聽，仍然緊守於身。叔啊，想好了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當旁人那日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再多问就没有意义了。先生，周家和魏家来人了。孟先生，魏先生，孟先生，叔啊，小姨，孟先生，初次见面太仓促了。婉婉的婚事，我们都没有意见，但毕竟我们跟他相认才几年，您也算他的长辈，还是要看您的想法。我们此次冒犯来访啊，就是想和您商量犬子和婉婉订婚一事，就是看您这儿对我们有什么指示啊？是啊。叔啊，你自己说。孟川舅舅，这方面的事情我也不太懂，都听你们的。我哥的意思是，既然来了北城，不如就在北城办了。但务必隆重。我哥呢，一直把舒婉当公主一样宠着，即便是去东城这些年，不能委屈了她，该有的都得有。金哥还动我，这都不行。这是当然的。这俩孩子呢，从小都在一起玩，那我们也是当婉婉为亲闺女的。亲闺女，5年前我去南城接她的时候，好像没看见周夫人和周先生。这个，那我们也很后悔，这不是去晚了吗？人就被孟先生给接走了。今日各位长辈来，是为了商谈我订婚的事。之前过我都不重要。孟大嫂，不如咱就
尽快商量商量，把日子尽快定下来。啊，对，我们看了好几个日期呢，这3天后呀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日子。3天，怕是连订婚礼服的袖子都赶不出来吧？是啊，那后面还有好几个日期呢。各位长辈们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和周泽都不太喜欢太仪式的程序，我们决定了，履行订婚，明天就出发。对，他一直想出国旅行，我会陪着他，边旅行边订婚。这真好呀，这2个人甜甜蜜蜜的。那我们不如就随了孩子们的心意。舒婉，你还真到。我们年轻人嘛，出去玩着会觉得更开心，更幸福些。也到了饭点了，不如我们边吃边聊。说，你就这么爱，这么迫不及待想跟他结婚？是啊，我就是这么迫不及待。既然刚刚长辈们将我们婚礼都商量妥当了，那我和婉婉敬长辈一杯。孟川舅舅，多谢您在北城那一年带着我一起玩。后来我到东城上大学，您也不忘每年都给我寄礼物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表示感谢了，都在酒里了。我还没正式敬过您酒。毕业快乐，舒小姐。感谢您5年前不远千里奔赴南城，救我于水火之中。若是没有您的悉心陪伴和照料，我估计早就死在南城，或者死在来北城的前2个月里。您是我一辈子的恩人，长辈。就这么些啊？舒婉，我祝你生活美满。
所求皆所愿，所愿皆所得。好，所求皆所得，所得皆如愿。愿生活似水如风，你我都做自由之人。走了，明天见。舒安，虽然今天婚事商量得很顺利，但履行结婚还是太过任性了。金哥这么做，是为了让你会有底气，不要受了委屈。那他还真是用心良苦了。我走了。我和白飞就这么一会儿，就等不及和他的干妹妹见面。你要去哪儿？怎么不说话？刚刚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明天订婚旅行，早上就走。您不是已经祝福我了吗？我祝福的是你，不是你们。从头到尾，我都没同意过这门亲事。那又如何？木已成舟。什么叫木已成舟？你们做过？做过又如何？没做过又如何？孟怀杰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很混蛋吗？跟你比混蛋，我还差远了。你要让我从何说起？你要让我从何说起？说。孟怀杰，你又让我从何说起？确定不喜欢吗？是。4年前，你在俄斯，你说要做3天情侣游戏。3天过后，你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，回来告诉我迷途知返，要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和别人结婚。这就是你说的至死不渝的爱。孟怀杰，你别说的这么委屈巴巴的，说的跟你当年爱我似的。我自始至终要的，都是我们之间对等的爱。可你呢？你不是给我你的财产，就是让我做你见不得光的情人。我是舒家的小姐，不是兔子花。我们之间要么不爱，
要么亲，要么拜。你是我教养的女儿，你让我拱手让人。可您不是说了吗？我有心上人的时候，带回来给您瞧瞧。我已经带回来了。我不同意。那又如何？我已经定了。可以退。那你呢？你马上就要跟别人生孩子了。我不会跟他结婚，更不会生孩子。孟老夫人要认几个女儿，那是她的事，和我无关。不喜欢我。孟怀姐，婚已经定了，我明天9点飞机。舒婉，想走？你先保证你今天能下得了床。雪会变，就无缘。也许瞬间啊！孟怀姐，我但凡要是哼一声，我梳子倒着洗。对吧？这才是我认识的舒小姐。我让你求着把这句话收回去。分开的这些年，思念是痛，怨恨也是痛。可到了这一刻，或许爱真的是自由意志的惩罚。孟先生这么急，这么多年没碰过其他女人。没，他碰过。以前没有，以后不说，或许就是明天要去。我们2个人在酒店，孤男寡女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。你再等等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佛说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可我的心却没能做到。
我手机呢？没收。你把手机给我，我还得给周泽打电话呢。不准。当初舒小姐留了我3天，现在我扣留你3天，不过分吧？你这是在报复？说完了，我舍不得。你扣我3天算什么能耐啊？你有本事，你管我一辈子。我们还没和好呢，我们也从来都没好过。我知道，慢慢来。在东城时，我曾有一次回到过北城。董总，你前2年身边那个年轻小姑娘，如今怎么不见了？不过是些风月事，风月了。你受伤了？你受伤了，现在去医院吧。伤已经处理过了，这伤现在不方便让别人知道。麻烦舒小姐再帮我抹点药。你自己把衣服脱掉。什么危险的事情啊？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？疼吗？你说我父母饮弹自强的时候疼吗？他们是被冤枉的，对吧？在你心里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就先凭自己的判断。派我走。
前舒小姐就是这样抛下我的。既然受了伤，就好好休息吧。舒小姐，你会陪我休息吗？你别多想，我这是怕你死。那舒小姐，你替我收拾可好？你想得美，想都不要想。黑夜白昼，暮晴朝重，孟怀金，我对于你而言是轻是重。孟先生，安全了，车已经落网了。计划可以往后推进了。说句话。婉婉，周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失踪了3天，订婚的事给你和你父母都带来很大麻烦吧？订婚已经取消了，是我说过要帮你要个答案的，你不用跟我道歉。我也有私心，我想过，如果孟怀金始终不说，也许你累了，你会愿意跟我走。所以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你怎么还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喜欢你是真的，趁虚而入也是真的。婉婉，我不是圣人。周泽，你已经很好了。这3天，你们聊得怎么样了？或许还没到时间。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对吗？婉婉，生日快乐！生日礼物？好。我还以为你忙的连老宅的门都不认识了。您的人迷了路，误入了我的地方。我把人给母亲送回来。蠢货，滚下去！蒋家那丫头，她跟我说了一件事：5年前，你逃离订婚现场，是为了去看一个小姑娘，是不是？那个小姑娘就是舒婉。我看您真是老。这3天我在查蒋氏和天恒集团的资金链，您不是不知道。这个时候你听蒋杰的话，动我身边的人。你在质问我？不是质问，是提醒。您想查，当面查，但母亲您在查之前，最好想清楚，你有多少事情是经得住我的查。又想威胁我？是通知。好，他的事我可以暂且不追究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总有一天护不住他的时候。
舒婉，你回来了。你不在这3天，白组长升职了，以后新闻部他说了算。舒婉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旷工3天，电话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我家里有事，已经和台长补过假条了。这3天你见过孟先生吗？白组长，你不是孟先生的未婚妻吗？怎么会来问我？我只是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辈吧。看来这几天在家休息的不错啊。不过，由于你旷工影响组里进度，今晚把近3天所有的社会新闻素材全部整理出来，明早给我。下班了，我在你门口停车场。白组长，我刚刚在楼下好像见到你未婚夫了，那气场，你吃的真好。好像是朝办公室这儿来了。白组长，是不是来接你下班了？海星哥，你怎么了？谁让你加班的？下班。舒小姐，你当年的孤勇都去哪？年少轻狂罢了。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吗？你就不怕孟老夫人？不怕。我听周泽说，他爸爸妈妈已经回去了。退婚的事，你怎么说的？你对于他父母来讲，会比荣华富贵更重要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润，正常。老夫人，这些年孟家行事稳，孟二公子也稳。如今风向到了，几天后那一步，如果孟二公子走好，往后北城再有人想动孟家，就得先掂量掂量。他走到这一步不容易，孟家等这个机会等得也够久了。话带到了，我就不久留了。替我谢谢那边。老夫人客气。干妈，都怪那个舒婉，我现在在台里都待不下去了。白飞，你要的地位我给了，白家我也扶持了，这么久了，我要的孩子呢？怀金哥他不理我呀。当初我选你，是因为你有上进心和手段，可如今看来，只是个无庸之人。
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干妈，你儿子已经和舒婉在一起了，今天还到我们办公室高调的英雄救美呢。你要我生孩子，也得有机会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你要胆敢说出去，后果自负。拖出去！哎呀，舒小姐，求你了，让我吻一次，好吗？我猜你在骂我。骂什么？老男人开荤后，恐怖如斯。你没多少了。婉清，招呼老夫人去书房，我一会儿过来。是。孟老夫人她一切交给我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一会儿该怎么解释你这手脚为什么正冰凉。你去电视台，当着办公室那么多人的面把他领走，你是嫌知道的人不够多？他在那儿受委屈，我接他回来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？你和他母亲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如同姐弟。你跟他公开的出双入对，这3天是你的关键时刻。我们孟家等这一天等多久，你知道吗？这丑闻一旦被有心人利用，捅到台面上。您说蒋家，蒋杰他自身难保。你已经动了蒋家。这3天我不是在休假。即便蒋家倒了，外面还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孟家。现在的孟家，谁说了算？这么多年，你要我给你保的名声，我替你保了。你要稳的孟家，我替你稳了。你告诉我，今天的北城还需要谁点头？这是我最后一次用儿子的身份跟您谈这件事。下午就是孟总跟你谈。怎么了？等久了吧？你还是跟我说说，你身体到底怎么了？还是5年前应激反应留下的后遗症，没好利索。
过几天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嗯。你们聊什么了？这么生气？老生常谈的事。那都老生常谈了，有什么值得气的？孟怀金，你以前没有爱过我。是我，现在还不适合说这件事。你再等我最后几天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一定全部都告诉你。好，我等你。你是孟怀金之前那个未婚妻蒋洁，你找我？对，我知道你恨舒婉，这里面的东西能让舒婉失去一切，遭人唾骂。明天是关键时刻，你报出来。为什么帮我？我不希望舒婉过得舒服。你们这些人惯会用这些脏手段的。白飞，这个人不是你，也可以是别人，我在帮你。我这么对舒婉，孟怀金不会放过我的。你要保我。当然。舒婉，今日有个重要会议，各界都会参加，台里觉得你最合适，你来台里准备一下。好的，台长。今天有活动吗？孟先生今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如果顺利，日后北城孟家将彻底扫清阴霾，重定格局。更重要的是，孟先生为此筹备数年，将在今日一锤定音。祝你顺利。帮我把领带系正。不知道今天进主会场采访，会不会是书记者？我的事，你怎么都知道？舒婉，原来你是罪犯的女儿啊！你父母当年和境外不法集团天恒集团勾结，经济犯罪涉及金额巨大。哎，像这种人的后代，有什么资格当记者？就是，说得好。这篇报道，你发的？你现在的身份，好像没有资格质问我。在你报道别人之前，怎么不先把自己家那点破事交代清楚？够了！台长，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连累了台里。舒婉，事情还在调查，你先回去等通知吧。嗯。
蒋杰，这事是你让白飞做的吧？是，舒婉，我说过，我们势不两立。最近这半年，蒋家有3笔最大的金融涌入，全部来源于境外的几个空壳公司，合计金额超过8000万。蒋杰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查别人的底？舒婉，小看你，但你若敢报，我也能爆出你和孟怀金的关系。你信不信？今日连孟怀金也会声明。会。舒婉，我死了吗？我还没死，有什么事情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知道你今天的事情非同小可，所以就没有打扰你。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打扰。他这算是对我的特例，算告白吗？不和我说，是因为蒋杰说会影响到我，所以担心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蒋杰他说的是事实，你现下正是关键时期，要是被人爆出来的话，下次再被威胁，你应该这样想：竟然敢惹2个疯子，此人也是勇气可嘉呀。心情有没有好点？你上次问我父母在我心里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敢肯定，他们肯定不是那样的人。舒婉，你父母的事情马上就会澄清。孟先生，如您所料，今日所有人注意力都在会议上，蒋家有所松懈，我们拿到了蒋家勾结天恒集团的关键证据链，侯彦琛也同意在调查中配合指认蒋杰，可以收网了。知道了。舒婉，你明天正常上班，台里会为你澄清一切。赵小姐，抱歉，您现在不能外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我家。蒋氏集团因涉嫌构建境外不法集团，危害经济安全，现已被立案调查。在调查结束之前，您需要留在这里配合调查。这不可能！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们是孟怀金的人，对不对？舒婉，你还敢回来，脸都不要拉！你凭什么打我？若非他父母是英雄，舒婉的父母作为现任卧底和不法集团周旋，是英雄。公告已经出了，识字的都去看看。真相真的公开了。这本是机密文件，就因为你的造谣，今日不得不公开。据有关部门核实，孟贤夫妇当年并非畏罪自杀，二人曾以线人身份与境外不法组织天恒集团长期周旋，协助传递关键情报，为侦破跨境经济犯罪案件做出重要贡献。
其所谓畏罪自杀一说并不属实，相关情况已发布证据。妈妈没搞过。婉婉回来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背负的一切，终于可以放下。什么？你说过你会给我兜底的。说啊，当年你父母作为线人，是蒋家泄露的消息。那他们接到的那通电话是？你父母收到了一条紧急线索，他们卧底身份可能已经暴露。为了其他线人的安危，为了任务顺利完成，他们选择主动赴死。这件事的背后还涉及孟先生。他涉及什么？舒小姐，孟先生让我来接你。孟怀金，你让他来看我笑话？孟先生，您有证据吗？我们做错什么了？程颖已经落网，您女出卖线人信息给亡命徒，和天恒集团勾结。至于证据，找人将程颖和他孩子做个 DNA 检测，不就清楚了？你什么时候勾结了不法组织？勾结？父亲，侯家完了，你也老了，我这是在替我们找后路。辛辛苦苦白手起家，你想嫁孟家，我拉下老脸为你求亲；你要嫁侯家，我和你妈妈为你出谋划策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，但你凡事要有个底线吧。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蒋家的地位？我是想当好孟太太的，可婚是他退的，他退的时候什么态度你忘了？父亲，您年事已高，这么多年我在一群野心勃勃的男人中苦苦周旋，蒋家能有如此的风光，那都是我明争暗斗得来的。还有你本该跌进泥里，为什么非要活得那么明烈张扬？你为什么？你越自由，我就越恨你。为名为利，铤而走险，勾结歹徒，出卖线人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天道恒长，善恶终报，追名逐利到最后，不过是看谁守住本心吧。说
说起来，金哥很久没有这么正式的叫大家回来吃饭了吧？金哥，你说。人到齐了。吃饭吧。你为什么一定带我回孟家老宅呢？因为我欠你一个名正言顺。和一场谈话。我以为孟老夫人至少会问一句的。她以后都不会问。我爸妈的墓不在境外的伍字辈，对吗？在烈士陵园。我这5年，嫂的墓都是假的，真正的墓，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去过。你什么时候想去看他？我陪你一起去。孟华姐，我有好多事情要问你。当年舒家出事的时候，天恒集团的人在找你，蒋家的人在盯你，就连我母亲也在查你。你那个时候只有18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接你回来，一是为了完成你母亲的临终托付，二是我从南城接你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人盯上你了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人要害我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推开我？首要原因是我不能让你处于危险的位置。那个时候，不止外面，就连孟家。你对这个舒婉太上心了。你若只是怜悯他，我能容。你要是为了他乱了方寸，我绝不容忍。莫先生，您对舒小姐太过重视了，很容易让她变成所有人攻击您的靶子。东城那边保护照旧。那除了危险，你对我的情感呢？你对我的情感呢？
曾经多次午夜梦回。如果那个时候我承认我在意你，我们会不会闹成今天这样？后来我想，答案不一定。年龄、身份，你母亲的托付，都横在我的面前。我大你那么多，早过了少年气性，可你不一样，你会认识新的朋友，会去见新的世界。你有很多可能性。我不能剽窃你的青春。婉婉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孟仙姐。所以，在北城的时候，你的心老公，什么时候？你不知死活挑衅我的时候，没在抢过我的手。可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我们3年情侣的时候，你明明就是动心了，你就是不承认。最后你还给了我2个选择，要么做你的金丝雀，要么拿着你的财产走。后来你追来了我的学校，我以为你至少会说一句你在乎我，可是你没有。自始至终，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你喜欢我，或者你爱上我。其实我在东城那几天回过北城一次。什么时候？不过是些风月事，风月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要是知道你跑回来，你哪儿都别想跑。那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风月是风月了。是我，我怎么会对他们说真心话呢？婉婉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教教我怎么谈恋爱？和谁谈？和舒婉。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很早，很早。婉婉，我爱你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